日本人的万圣节过得有多疯多热闹，在全世界算是非常有名的。但是也有不喜欢变装跟往人群堆里挤的人吧。如果你也是这种族群，但是又想享受万圣节气氛的话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几间有提供万圣节下午茶套餐的餐厅。跟懒得变装的男友来约会，或是女子会，又或是你不想变装，但是想要跟另一半一起享受万圣节气氛的男子，今天介绍的餐厅肯定用得上的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接着我就一个一个介绍。第一间是 Colonia Garden， 内装高雅，没有万圣节的装饰，不过有万圣节下午茶套餐，是 CP 值很高的一间店。这次要介绍的是万圣节下午茶套餐，季节限定紫玉蒙布朗跟万圣节点心的下午茶及2个小时的饮料吧时间，一个人是2800元。这样的价格可以享受万圣节套餐，算是非常划算。这是套餐的菜单。接下来说说这间店的优点。首先，虽然刚才已经说过这边的价位便宜，每一道料理跟小点心的味道也做得相当好，不是只有外表可爱，味道我也非常的满足，真的很棒。虽然没有什么不好的点，不过为了给大家参考，硬要说的话，饮料虽然是无限续杯，但是必须亲自向服务员点餐，所以有点不敢点太多。然后店内的装潢是那种很欧洲、很优雅的感觉，虽然不是缺点，不过就没有什么万圣节的装饰。所以如果你很追求万圣节的气氛的话，这间店可能不适合你。最后关于餐点的饱足感以及用餐的节奏，说到底这就是一个下午茶套餐，虽然味道很好，但是不要把这当正餐来吃，吃完大概就8分饱而已。然后因为呢分量比较精致，所以可以慢慢的吃。2个小时的用餐时间虽然很常见，不过这边还算可以悠哉的享受餐点，整体感就像这样。第2间是在元素的所罗门，跟第1间完全相反，它的内装跟气氛非常的符合万圣节，是一间用尽全力制造万圣节的氛围，而且店员都有非常敬业的接客态度。这次要介绍的是万圣节期间限定的下午茶套餐，一个人3300元。虽然套餐的分量精致小巧，不过如果你想要享受万圣节氛围的话，我很推荐这边。用餐时间2个小时，饮品有2杯，上座时有1杯果汁，用餐到一半的时候还可以再点1杯饮品，除此之外都要再加钱。这是套餐的菜单。接着要介绍这间店的优点，首先是这无与伦比的接客态度，从入店到离开，处处都是惊喜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。这边的接客啊，完全不输给高级旅馆。内部的装潢在今天介绍的3间餐厅之中毫无悬念，它是最认真在过万圣节的餐厅。从餐具盒到果汁瓶等等，各种的料理啊、盘子到各个角落都做得非常实用。最后的桌上艺术表演真的非常的惊喜。这样的感动啊，在其他餐厅非常的少见。接着作为参考，还是不得不要举一些这间店的缺点。虽然万圣节的氛围做得非常的万全，不过跟其他2间的餐厅比，味道上是差了一点点。不过不是那种吃完后会觉得浪费钱的味道啦，还是蛮好吃的。可能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，为了制作完美的万圣节的气氛，就稍微牺牲了一点味道吧。为了具体一点，我用这个眼球慕斯为例说明一下。眼球这是个果冻，不是很甜的那一种，而下面的慕斯啊非常甜。如果2个混在一起吃的话刚刚好，但吃完果冻之后呢，就只剩下这个甜到腻的慕斯。
在这个套餐之中啊，这个眼球的慕斯又非常的吸睛，少了这个万圣节气氛，就是少了一咪咪。所以说，其实是好事也是坏事啊。说实话，这间餐厅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味道只要合格，然后外表够吸引人的餐点就会被端上台。但是在3300元的这个价位中，它也算是非常的努力，综合点数相当接近满分。餐点的饱足感以及用餐的节奏，这个套餐说到底也是下午茶套餐那种感觉，所以并不是追求饱足感的那一种。这边也有晚餐套餐，想要好好享受餐点的人建议选这个。换句话说，下午茶套餐因为餐点的分量不多，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非常悠哉的用餐。不过桌上艺术之后的用餐时间最好预留30分钟。虽然用餐的前半段啊，店员都很会看场合来收餐盘，准备下一道，但是因为我们吃的太慢了，所以最后的时间有点来不及。结果我们在桌上艺术的之后的用餐时间变得超级仓促，所以才请大家记得在桌上艺术之后预留30分钟哦。整体感觉上就像这样。第3间是位于银座的 Cascade， 跟前面2间不同，这间的饱足感非常的厚实。这次介绍的是万圣节期间限定的下午茶套餐，这个套餐一个人是3900，在高级地段区银座当中算是 CP 值相当高的店，而且用餐时间长达3个小时。饮料是属于任君挑选饮料吧的形式，可以不用顾虑别人的眼光，一直续杯。这是套餐的菜单。接着介绍这间店的优点，首先就是这些饮料吧非常的多样化，很好玩。冷藏库里面还有水果，也准备了各种糖浆。我们打算仿效一方做做看水果茶。这边还有一个封罐机，可以自己做现在流行的易开罐饮料，看起来像是可以做好后带回家的样子，但其实是不能带回家的哟。这边也有比较常见的花草茶跟咖啡，不想考虑太多的人就可以选择这种。然后就是餐点的饱足感，光是前菜的分量就是其他店的2倍。推荐给除了甜点之外想品尝别种料理的人。甜点的分量也很惊人，有多惊人呢？以空腹状态来挑战这个套餐都可能吃不完，还会吃到剩下。不过因为这个套餐有3个小时的用餐时间，所以不用急，可以慢慢的吃。我们也是吃了3个小时，边休息边吃，一直循环，才终于把它吃完。然后不愧是位于银座的高级餐厅。这边的接客服务态度也非常好，然后餐点的不只是可爱，各种口味上的酸甜苦辣调整的都刚刚好，感觉是有认真在味道上下功夫的，整套都是一流的料理。接着是这间店的缺点，只有一点让我比较在意的是，隔壁的客人的谈话声听得很清楚，座位上是算半个室，所以视觉上的隐私保护得很好。出入口有窗帘遮着，除了窗帘之后就是墙壁，剩下的左右前后还有上方都是墙壁，不过上方的墙壁还有留着一半的空气流通的空间，只是这样的设计导致说话的声音变得更大声。当时的客人也不是特别吵的那一种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客人的问题。我们呢也很顾虑隔壁的客人，所以也是用很稀稀疏疏的音量在讲话。饱足度跟用餐的节奏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餐点的分量10分足够，用餐时间3个小时，所以可以慢慢的享用。不过因为分量感很重，加上饮料吧太好玩了，玩得太开心，反倒是觉得时间有点不够用。所以虽然3个小时听起来很久，不过我们也没有虚度光阴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整体看来就像这样。以上就是3间餐厅的介绍。
有各自的特点，可以依你跟朋友们的兴趣选择适合你们的餐厅。接着是懒人包，想要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享受万圣节的话 ，Colonia Garden。吃不多的人，比起吃更注重气氛的话，建议所罗门。在意餐点分量以及想长时间享用的人，推荐这个像是在度假村的 Cascade。最后，不管是哪一家店，都可能很难在10月31号预约得到，所以不管如何都想去的朋友们，记得尽早预约。今年2021年，你们要怎么过你们的万圣节呢？我想去年大家应该都是非常低调的在过万圣节。今年呢，日本可能会因为紧急事态解除，应该会热起来。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的同时，也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消息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加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，万圣节快乐！